我该不该现在放弃这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升职的机会到澳洲呢？澳洲人的英文的世界跟我们在台湾学的英文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好险我们当初有来，不然就不会有这么特别的一段经历。Hello， 大家好，我是华生，我是阿西。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澳洲打工度假2年的经历。没错，因为我们在 IG 其实常收到粉丝问我们关于怎么去澳洲，或者是他目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不知道该不该辞职去澳洲打工度假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分享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一起辞掉工作到澳洲打工度假的初心是什么，然后也会分享大陆跟台湾申请签证方面有什么不同的需求，然后还有我们怎么在台湾就找好我们在澳洲的第一份工作。那最后也会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在澳洲是怎么利用时间开始经营我们的自媒体的。首先，我们去澳洲的目的和很多人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正在疫情前，我们2个在杭州都有稳定的工作。我跟阿西的收入都是在1-2万人民币，然后我是在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任职。然后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儿童艺术教育公司工作，然后那时候也有升职的机会。其实在这个时间点突然离开职场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决定，因为一般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要进入职场的下一个阶段了。而且如果在现在离职，然后1-2年之后再回来，那在澳洲的这段期间，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一个职业的空窗期，但你的履历上可能就会有一个断层。对，所以很多人就会犹豫，我该不该现在放弃这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升职的机会到澳洲呢？对，加上我们的行业其实变化很快，所以如果从1-2年后回来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甚至要从更低的岗位从头做起。对，所以到时候可能你的同事都是大学毕业生啊，然后跟你同年龄的人，他可能已经升主管职了，或者是薪水职位都比你好。所以确实该不该离职到澳洲 gap year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决定。不过对自己人生方向的探索欲望是一个更大的驱动力。就如果像以前一样按部就班的工作啊、存钱、消费，然后每天的生活都要停留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里，每天困扰我们的都是外界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压力。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少有机会去追寻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就是如果你生活环境一直都是相对稳定的，就不会去想到这些比较特别的问题。其实像我们当初为什么会讲到去澳洲打工度假，也是因为我们刚好在清迈旅行，跳脱了日常生活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才聊到打工度假，然后发现，我们2个的想法其实是比较一拍即合的，就是我们都觉得比起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升职的机会，我们更想抓住就是在那个年龄的期限前，就是31岁申请这个澳洲打工度假的签证，然后去真正体验长期居住在国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没错。虽然听取大家的建议很重要，那当然你们现在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判断依据还是要想想自己内心对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依照你的价值观优先级的排序去做一个选择。对，或者反过来想，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将来的自己会后悔吗？虽然听起来好像刚刚我们决定的过程很轻松简单，但真的开始准备之后，还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没错，特别是因为我持有是大陆护照，然后大陆护照每年的名额是有限制的，5000个名额，分3次发放，所以每次很多人都要去抢到那个递签的资格，然后才能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部分。比如说，我们需要雅思或者 PTE 考试的英文成绩证明，还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和成绩单。另外还要有基础的财力证明，至少要有等额5000澳币的存款，通常都要多存一些比较稳妥，比如说要3万以上人民币，或者是14万的台币。那以上这些材料，台湾护照的话，就是只要财力证明也是需要准备的，所以当时我们2个人就是需要准备大概30万台币左右的存款证明。然后关于财力证明呢，网上有2种说法，一种是你的钱要留存在账户里至少1个月以上，这比较稳妥。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的钱只用去走流程就好，只要打印出你的存款证明，然后随时就可以取出来。但是我们当时是选择前者，就是还是把这笔存款放在那个账户里面比较久一点的时间，比较保险，而且到澳洲之后，其实也可以当成一个你的紧急预备金。对，除了这些之外呢，签证费和体检费就是部分地区所有人申请者都要支付的。那我记得大陆跟台湾的签证费好像都是400多澳币，那时候啦，但是最近好像有涨价，所以大概是在400到500澳币之间。体检费呢，在大陆大概是800到1400人民币不等，
要根据你所在的地方打电话直接问问。那台湾的话就是大概是2500到2800台币左右。那目前指定的医院在台北有2家，然后台中1家跟高雄1家，所以整体的申请流程跟花费就是这样。整体来说，台湾护照申请的流程和花费是比较便宜和方便的。耶，不用考英文，然后也不用看大学成绩单，然后是线上付款之后再去体检，马上就下签了。那我的话呢是2019年2月提交申请的，然后4月份拿到签证。其实也不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我们是怎样找到澳洲的第一份工作的。我们当时是出发前在台湾的时候就联络了一个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然后透过他跟澳洲那边的一个人力中介公司已经申请好我们第一份工作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一落地马上就有工作。然后我们也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那个就职信有先印出来，然后入境的时候就有给海关看，就是跟他证明我们是有存款的，然后我们落地就会有工作，这样子入境其实会更顺利。那到澳洲之后呢，我们其实跟着那个人力中介公司无缝接轨做了2份工作，就靠这2份工作就累积到了申请2签的88小时。那申请到2签之后，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当初的计划，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澳洲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于是我们选择了打工换宿的方式，沿途边旅游边旅居在澳洲当地人的家里。所以其实也是第2年这个打工换宿的经验，然后这过程中让我跟华生就常常真心的想，好险我们当初有来，不然就不会有这么特别的一段经历。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认识了好多个就是真的对我们很好的澳洲的家庭，然后现在都还有保持联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可能今年圣诞节可以再回去看他们。对这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专门开几期来给大家深入讲讲。那说回工作，我们在这2年的工作经历中，其实一直都是比较顺的，而且认识了很多不错的人。我想这除了运气好之外呢，还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总结了3点建议可以给到大家。第一点建议呢是，英文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要把英文能力想得太过重要了，因为其实以我们的经验跟我们在澳洲这2年的感受，其实你直接 walking 就是直接到店里面去递履历，然后跟经理或者是店长自己介绍自己的话，成功率会比你在网络上投履历高非常多。没错，对，但是很多人他不敢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他英文能力不太好，然后不敢跨出这一步。但其实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在乎，他们更多的是看你这个人给人家的感觉，够不够外向，然后就是跟人家交谈的感受怎么样。对，叫敢于说话。对英文能力的要求其实就是只要可以日常沟通就 OK 了。所以不要害怕自己的英文不好，一定要就是把自己自信的推销出去。那在这边工商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英文澳洲俚语学习的一个 IG 账号，就是我们到澳洲之后发现，澳洲人的英文的世界跟我们在台湾学的英文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就美式英式差。对，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俚语，就有点像我们的怎么讲，就是只有台湾人才知道的梗，或者只有台湾人才知道的一些用法。对，所以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里面有很多澳洲俚语，你可以在去澳洲前就提前学习。那到时候到澳洲之后，他们一定会觉得你超 local。对，那第2个建议是锻炼筛选能力，找到可靠的资讯来源。因为网络上的招聘讯息超级多，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分辨真伪。一开始如果你觉得你在澳洲没有认识的人，然后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起的话，可以先透过澳洲当地正规的人力资源公司去找到一份白工的工作，然后再慢慢扩展你的这个交友圈，去询问一下身边的同事，让他们帮你介绍下一份工作也可以，或者是可以利用 FB 的社群，然后还有微信的公众号，还有微信的群组。因为我觉得比起 LINE 的话，微信它上面的一个讯息量跟活跃程度都比 LINE 好非常多，所以其实可以利用起来。或者是询问你身边有经历过的朋友，最好是他自己亲身工作过的，然后你是了解之后再去应征。对，像是可以问问我们，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跟去柬埔寨打工那些年轻人差不多，就是在完全不了解那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过去了，那你很有可能不会被割器官啦，但是可能会被压榨工时，或者是薪资给的非常低，或者是很多人他是会被骗到很偏远的地方，说那边有工作，那你过去之后就无止境的一直在等开工的那一天，然后就是一直在烧房租，他就是骗你过去，然后赚你的房租钱。这个其实在澳洲还是蛮普遍的。对，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第3个建议呢，就是提前了解澳洲大致的工作内容，然后圈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因为其实不只是打工度假签，如果你是纯粹想要体验生活的话，你可以申请打工度假。但是如果其实你是蛮想要体验留学或是游学的话，半工半读也可以申请学生签。那或者是其实你是有一点点想要去尝试移民到澳洲的，那其实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决定好这个方向，然后去做准备，会帮你省下大量的时间。我们看过很多到了后来都后悔的人，就是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对，浪费了很多时间。那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想得这么清楚，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只要做好前面我们说的那2点，到时候到澳洲之后再边尝试边去厘清自己的想法，也是 OK 的。那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了，比如说你去澳洲就是想借助这个环境练习你的英文，那么在你找工作的时候，就要找那些可能员工的国籍比较丰富的当地企业，或者是找那些有很多交流机会的服务业的工作。比较初阶的一些工作选择，例如可能工厂或农场的一些辅助岗位的工作，就像例如我们2个都当过 supervisor， 就是主管的助理的这个角色。那通常这个角色他就需要直接用英文跟澳洲当地的主管去做汇报跟沟通。然后或者是像那个品质管控的这个岗位，或者是服务业的服务生啊这些岗位，在那个工作场合上都需要大量的使用到英文。但是呢，他对英文的要求又不会太高，就是不需要你有一些专业的词汇或是专业的知识，只需要你有日常交流的这个能力就 OK 了。没错，你可以在过程中再学习。对，再进阶一点的呢，其实也可以找到白领办公室的工作，只不过这样就会相对复杂一点。但其实华生他在澳洲也有去面试过这种办公室的工作，对，然后后面也有在凯恩斯在一家移民公司里面工作过，所以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分享。如果你是想要做这种比较特别的体验，白领办公室的体验的话，该怎么去做准备？可以再告诉大家。对，那如果你是纯粹只想要赚钱，然后你想要你的工作内容比较简单轻松，然后工时很多的那一种，其实你可以考虑到澳洲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例如北领地、中部，或者是还有西部、西澳那边都有很多 row house， 然后或者是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小镇，那些地方他们招聘相对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他的生活环境可能没有大城市这么方便，所以相对起来他的薪水就会给的比较高一点。对，工时也会比较长，而且你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太多地方可以消费，所以通常能够存很多钱回来的人，都至少有一段那些有钱没地方花的工作经历。对，只要你耐得住寂寞。没错。对，所以我们上面列举的这些工作，它是比较常见的，但实际上发展方向还有非常多。对，总归来说呢，就是你最好有一个大致的发展方向，圈定一个范围，再去找工作，这样对你的长期发展会比较有利。那再来呢，就是到澳洲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觉得的一件事，就是在澳洲我们的时间突然变超多，就下班后属于你自己的时间非常多。那我们要怎么有效的利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在 IG 里有分享一期内容，就是关于澳洲打工度假2种不同的收入曲线。就如果你在澳洲的时候只是赚着货币差，没有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去提升你的能力，或者是规划你的成长路径，那等到签证结束你要回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还是会回到原点，甚至因为这1-2年的空档期，你的收入还不如以前。那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晰，你就是想办法留在澳洲，那你就可以及早照着他那个申请的流程去做一些必要的规划，比如说考一些专业的证照啊，或者是你学习一些相关的课程。对，如果你知道因为你的家庭或者是自己其他的原因，1-2年后你肯定会回国工作的，那就可以针对你自己的专业或者领域提前的规划一个学习计划。我们在澳洲一些农场或者工厂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戴耳机听东西的，所以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要学习的电子书或者课程，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时间来听，甚至你可以借此开创一个自媒体，去分享你学习到的内容。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去之前就已经讨论过，我们一定还是会回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也是利用工作的时间听了超多的书跟课程，然后每天就是输入很多，所以我们才想要办一个自媒体账号去分享我们每天学到的东西，然后才有了斜杠夫妻的这个账号。对，那之后我们也会再拍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如何从零开始做自媒体。好，总结一下，今天分享了我们去澳洲的初心，还有大陆和台湾申请打工度假签证的不同的要求。还有给新包一些找工作跟如何利用时间的一些建议，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去澳洲打工度假只是人生的一段小小的旅程，
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宝贵的一段财富。那如果你也想要去澳洲体验澳式生活，而且看到了这边，欢迎留言跟我们说，你想去澳洲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要学英文，还是体验生活，或是想要赚钱，或是努力脱单？也欢迎发到我们的 IG，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我们。那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关于澳洲的经验分享。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拜拜。这样可以吗？